Hello， 大家好，我是 Susan， 欢迎来到我的花园。进入9月，天气开始慢慢的转凉，终于有点秋天的气息了。在这样比较凉快的天气下，最适合的就是给月季进行分株繁殖。那今天的节目，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个快速获得月季大苗的方法——高压繁殖。在那之前，我想跟大家聊一下2种常见的月季繁殖方法，分别是扦插法和嫁接法。首先是扦插法，扦插法是最简单方便的繁殖方法，只需要把修剪下来的枝条截成几段，然后插到盆土中，等到生根成活，移栽后就能拥有几盆新的月季。扦插法所得到的月季苗叫扦插苗或自根苗，英文是 on root rows， 就是整棵植物从根部到枝叶都是同一个品种。虽然听起来很容易，但实际操作起来却不简单。扦插的生根率随着季节的变化和介质的不同会有很大的变动，而且即使是生根了，也需要比较长的生长周期才能达到成品苗出售的标准。因此在北美市场，自根苗或者是扦插苗的比例其实不高。即使是大家所熟知的 David Austin 系列，其网站售卖的大部分裸根苗都是嫁接苗，只有标注 on root 的品种才是扦插苗。另外一个比较著名的专门售卖自根苗的月季苗圃就是 Heirloom， 它的苗全部都是自根苗，只是他家的苗一向价格偏高。与扦插苗相对应的就是嫁接苗 Grafted Rows。 嫁接法是把目标品种的芽点嵌入砧木的生长层内，依靠砧木来提供生长所需要的养分和水分。嫁接的好处是能快速获得新苗，特别对于一些生长比较慢的品种，依靠强大的蔷薇根系能有效获得强健的植株。另外，绝大部分的树形月季或者是棒棒糖月季都是嫁接苗，例如这棵在上期节目中提到的伊芙伯爵，它的杆子就是蔷薇的杆子，只有在分叉的地方才是嫁接点。由于成活率高，成苗时间短，应用灵活，嫁接苗占有北美月季市场的大半壁江山。我们开春在 Home Depot 或者是其他苗圃买到的裸根苗，就有很大一部分是嫁接苗。相对于扦插苗，嫁接苗的根系与枝干是分属不同的品种，那么确实是有机会从砧木的底部长出来笋枝，我们称之为葖枝。那如何去分辨这一个葖枝以及我们想要的目标品种呢？其实如果你的嫁接点在土面以上，这非常简单，那就是只有在嫁接点往上的枝条，它才是你想要的品种，在那往下的全部都是砧木的葖枝，我们可以轻松把它剪除即可。那问题又来了，如果你的月季是地栽，且你的嫁接点是埋藏在土面以下的，那就不那么容易去分辨了。那今天呢，我就想用我后面的这一棵茶香月季肯尼迪去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去看看怎么样分辨从砧木长出来的葖枝，以及是我们想要的品种的枝条。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这棵肯尼迪茶香月季开的是白色的大花，但是某一天它突然开出一串串紫红色的小花，其实这些枝条就是从砧木上长出来的葖枝，蔷薇修伊博士。那问题来了，修伊博士是一季花，那么在春天过后的其他生长季节，我们该怎么分辨哪些是葖枝，哪些是强笋呢？大家可以试试看，从下面几个方面去观察。第一个是有没有刺。砧木的修伊博士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几乎无刺，市面上的月季品种除了极个别的例子，基本上都是带刺的。
因此我们可以通过观察枝干上有没有刺，就可以轻易分辨出正常的枝条和针木的枝条。二是枝条的形态。修一博士是一个爬藤的蔷薇月季，经常轻松长到2-3米，且枝条柔软。如果你的月季本来就是灌木，突然从根部长出来一根很长且柔软的枝干，那它很有可能就是针木的啮枝。第三是叶片的形态。叶片形态其实也是品种鉴定的常用方法，不同的月季品种往往叶片也是差别很大的。修一博士是蔷薇，叶片不大，形状狭长，而一般的茶香月季的叶片很大，且只有5片。除了大小和数量，另外从形状、光泽、厚度等方面也可以去区分。所以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的月季从它的底部长出来与其他枝干都不太一样的枝条，它光滑无刺、柔软，而且每一个芽点都有萌发的迹象，那极有可能这一根枝条就是从针木长出来的啮枝。我们最好的方法是把它及时的去掉，这样的话可以避免它削弱你的目标品种的生长。不过如果你的月季已经是大苗，那么这些啮枝也许能够有不一样的用途。我们来看一下。我现在来到了我这一棵茶香月季肯尼迪的背面，大家也许已经看到了，这里长出了好几根新的笋枝，但这里大部分的其实都是啮枝，因为今年我并没有来得及给它掐掉，在它刚开始的时候，因此现在都已经长出了1.5米的高度，有小指头那样的粗细。我就觉得把它直接现在掰断有点可惜，然后就想做一个不一样的尝试，就是把它们截取出来作为棒棒糖月季的针木材料。那现在这种的情况很明显是不适合用扦插法的，因为这么长的枝干，那么多的叶片，用扦插法是不可能来得及生根提供养分和水分，它们很有可能在等待的过程中就枯死了。因此对于这样的大的枝干，我们可以采用高压繁殖法。高压繁殖法又称为高位压条繁殖法，它其实是选取这种生长中的枝条，然后在它的节点下面进行一个环剥处理，那它的伤口就会慢慢的形成一个愈合的组织，进而分化出它的根系。当它的根系长好以后，我们只要简单的把它切除下来，就可以形成一个新的植株。由于现在这个位置比较的狭小，那我就用我另外一棵月季和平来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去示范一下怎么样去操作这一个高压繁殖。这一棵和平是我去年在 Home Depot 买的裸根苗，从它的杆子这里可以看出来，它是一根嫁接苗，这个鼓鼓的地方就是它的嫁接点。去年这棵和平长出来一根笔直的强笋，于是我就把它修剪成一颗棒棒糖。但今年的夏天，在我外出的期间，它又从嫁接点长出来了另一根强笋，直接影响到我原来棒棒糖的生长。所以我今天就打算把这根新的强笋高压出来，做第2颗棒棒糖使用。首先我们要对枝条进行环形剥皮处理，为了减少感染，也可以用消毒湿巾先试插你的小刀，然后从枝条截下1厘米处下刀采取环状切割，一定要把绿色的表皮割透，然后在切割口往下1厘米处再次进行环状切割。完成以后，把这2个位置中间的绿色表皮用刀轻轻地剔除干净，记住不能有任何的绿色表皮残留，否则的话它就很可能重新长回去了。接下来有一些做法是会先对切口进行杀菌消毒，又或者是涂抹一些生根剂，不过这些药剂我手上都没有，那我就跳过伤口处理这一步。再下来是准备容器，
我用的是在 Amazon 上的高压繁殖球，但其实用塑料瓶、塑料袋都一样，只要能够固定好戒指，在环状部位就好。填上戒指后，包裹环切部位固定，这样的话其实就完成了。关于戒指，这里我用的是 Potting Mix， 但这次我还打算做一个实验，在前面说到的针木的枝条上，分别用 Waste Bed Potting Mix、Seed Starting Mix、蛭石或者原土来进行戒指填充，看一下哪种戒指出来的根系比较好。后续的养护主要是保持基质的湿润，每天浇水的时候加一点水到高压球里即可。大约1到2个月以后，就可以打开高压球查看情况。如果有根系长出来，就可以剪下来做独立的植株培养了。这样得到的月季苗是自根苗，也不会有针木裂枝的烦恼。关于高压繁殖的时机，按道理来说，在非休眠期都可以进行。如果在高寒地区的小伙伴，可能现在就需要开始了，这样才能够赶得及在入冬前长出新的根系。至于在温暖一点的地区，可以在秋花后进行。我去年就大约在10月的时候对我的 Coco Loco 进行了高压，在今年1月冬剪的时候就顺利收获一株 Coco 的大苗。5月的时候，它就已经能作为独立的植株开出它的第一朵初花。最近我切花花圃里的大丽花开了，下期节目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规划种植时间，让花圃一整年都有鲜花收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希望您会喜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